文竹别称云片松、刺天冬、云竹等，为天门冬科天门冬属多年生植物，原产于南非，具有极高的观赏植物，可放置客厅、书房，净化空气的同时也增添了书香气息。文竹在夜间除了能吸收二氧化硫、二氧化氮、氯气等有害气体外，还能分泌出杀灭细菌的气体，减少感冒、伤寒、喉头炎等传染病的发生，具有很好的净化环境的作用，对人体的健康是大有好处的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本期内容我们分享文竹的养护技巧。花花喜欢园艺，喜欢多肉，并乐于分享成功或失败的经验。如果你喜欢花花，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哦。那么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文竹小课堂吧。文竹的生长习性。文竹性喜温暖湿润和半阴通风的环境，冬季不耐严寒，不耐干旱，不能浇太多水，否则根会腐烂。夏季忌阳光直射，土壤以疏松肥沃、排水良好的、富含腐殖质的沙质壤土为好。适宜的生长温度在12至18摄氏度之间为宜，超过20摄氏度时要通风散热，低于5摄氏度要防寒防冻。文竹的养殖方法：一、盆土。栽培文竹的盆土宜用肥沃的沙壤土，要求温暖湿润，富含腐殖，排水需好，一般可采用原土4份、腐叶土2份、堆肥土2份和沙1份的比例配置，并要做到定期换土加肥。如果施肥过浓引起烧根，需要倒盆，除去肥料，并用清水冲浇土坨，再换进新土养殖。二、光照。文竹养殖不能拿到烈日下暴晒，炎热季节应放置于阴凉通风处。同时，文竹开花期既怕风又怕雨，要注意通风良好，温度25度以下时，可适当置于室外接受阳光照射。三、施肥。文竹不好肥，但也不能缺肥，受盆栽的盆土限制，文竹养殖必须及时补充养分，以满足生长要求。文竹施肥过程中要次多量少，不可施农肥，否则引发叶黄。一般可选择每月施1次腐熟的薄叶肥即可，植株长大定型后，可适当控制减少施肥。生长期每月要追施1至2次含有氨、磷的薄肥，促使枝繁叶茂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开花期施肥不要太多，在5至6月和9至10月分别追施叶肥2次即可。四、浇水。浇水是文竹栽培养殖的关键点，浇水过多，盆土过湿，容易引起根部腐烂；浇水过少，则会导致叶尖枯焦发黄。因而浇水过程中要视天气、长势、盆土干湿情况而定，做到不干不浇，浇则浇透。在天热干燥时，可用喷洒叶面的方式增湿降温，冬天则要少浇水。文竹的水培养殖方法：一、选取生长健壮、发育良好的文竹作为水培的母本材料，将文竹连土从花盆中取出，小心洗去其根部泥土，去掉烂根，剪去部分老根，用清水清洗干净叶片及植株，避免弄伤植株。文竹生根较慢，所以取文竹时要小心，不要伤及文竹的根部。二、将清洗好的植株用定植篮固定，固定时要让其根部充分舒展，再将植株连同定植篮一起放到1/1000的多菌灵溶液中，浸泡根部30分钟，然后放在阴凉处，待根系变软后就可进行下一步操作了。三、往容器中装入文竹专用营养液，将上面处理好的植株定植于漂浮板上，注意保持部分根系暴露在空气中。每天向叶面喷水2次，室温15至25摄氏度条件下，2个星期就能长出新根，这时需每隔1周补充1次叶面肥。四、3到4星期后，文竹会新生很多根系，这时就可上瓶静止水培了，盆底最好使用陶粒加以固定。五、文竹喜半湿润环境，一般放在有光照的窗户附近，但不能太阳直射的地方，并保持通风。在容器下还是要放一个带水的托盘，并经常补水。
6. 文竹水培最好采用文竹专用的营养液。文竹水培的养护比土栽的要容易多了，平时只需注意换水，夏季7至10天左右，冬季20天左右，每次换水时要补充营养液。文竹的分株繁殖方法，文竹多采用分株繁殖，3至5年的文竹植株生长较茂密，可进行分株繁殖。分株选在春季换盆时进行，用利刀顺势将丛生的茎和根分成2至3丛，使每丛含有3至5枝芽，然后分别种植上盆。分株时尽量少伤根系，分栽后浇透水，放到半阴处，注意保湿和遮阴。文竹怎么修剪最好？1. 叶状枝缺失修剪，当主枝上小叶状枝生长位置不理想或某种原因缺失时，可在主枝适当位置进行短节修剪，迫使该处的隐芽萌发。一般剪节的高度就是叶状枝萌生的高度，枝上变蜡所在的位置就是叶状枝萌生的位置。一般枝越粗大，隐芽的萌芽率越高。2. 全株更新修剪，若全株枝叶因受强烈日光灼伤或盆土坠干、缺肥及某种未知原因而生长不良时，便可进行全株更新。更新修剪时，可全部将叶状枝剪除，但要注意枝上倒刺看生的部位，因为它们决定了所留枝条的分布是否均样。生长季度修剪一般高易萌生新枝，修剪后还应适当减少浇水量，绝对不可使盆土过湿，否则会导致修剪失败。3. 慢性枝修剪，慢性枝一般是弱、细长，若不想留种，让其株形好看，可一次性从根部剪除。若想增加叶状枝的数目或填补某个空缺，可在一定部位短节。文竹叶子发黄的原因：1. 强光照射，文竹养殖喜半阴，夏季不宜有强烈的阳光直射，否则就会造成枝叶枯黄。解决的方法是将花盆移到阴凉处，并多给枝叶喷水，增加湿度。2. 虫害原因，介壳虫是文竹养殖最常见的虫害，当发现有介壳虫时，应及时用湿布条擦去，严重时要用药水防治，并及时换盆土。在换盆土时，可将老残根须剪掉，减少养分消耗。3. 浇水不对，文竹虽喜湿，但也过湿而涝，所以养殖过程中最好是保持盆土见干见湿，一般是不干不浇，浇则浇透，但浇水时不可让盆面有过多积水。如果发生浇水过多，可暂时不浇水，而改为只向叶面喷水来为文竹保湿。4. 气体中毒，文竹是很怕烟尘的，如果经常受到烟尘等有害气体袭击，文竹就会出现枝叶发黄的中毒现象。发生这种情况，要及时将花盆搬离原来位置，加大叶面洒水除尘的工作。5. 施肥不当，施肥过浓或施了未腐熟肥料，都会引发文竹叶子发黄、脱落。而栽植的盆土养分过于贫瘠，同样会导致文竹叶子发黄。所以在施肥时要注意保湿，可次数多点而量少一点，并要用腐熟肥料。而对于已出现的情况，可采取换盆土来解决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冬季低温期和夏季高温期不适合施肥。6. 管理失误，文竹养殖要让其保持一定的温度，特别是在冬季要摆放在向阳位置。如果长期将文竹摆放在缺少光线、通风不良又寒冷的地方，很容易使文竹叶子枯黄。冬季文竹养殖的温度一般不得低于15摄氏度，并要放在光线较好的地方，可适当减少浇水。文竹养殖注意事项：1. 不要用自来水直接浇水，应提前放置1到2天，水温不要过凉。2. 不要施生肥，有人养文竹直接把童子尿浇到文竹根部，结果烧死了根，生肥要腐熟后使用。3. 文竹不耐寒，在北方不能室外越冬，气温下降时应及时将文竹移入室内。4. 不宜频频浇水，要经常给叶面喷水。夏日每天叶面喷1至2次水，冬天在坚持土壤湿润的情况下，每3至4天叶面喷1次水即可。5. 要保持盆土半干偏湿，盆土过于干燥会引起文竹叶子变黄或枝叶焦枯。
6. 春秋季节每星期施一次薄肥，冬季每半个月施一次薄肥，最好使用复合花肥。7. 文竹要及时修剪，枝条过于密集影响通风、采光和观赏，孽根如果繁衍太多，也要及时分盆。8. 捆扎文竹可以使文竹姿态更加漂亮，但不适合用太粗的绳子或者颜色差别过大的绳子。竹条、木条也不能太粗，否则纤细的文竹会被衬托得过于柔弱。9. 文竹不喜烟尘，冬天若用煤炉或者炭火取暖，每天要适当通风。10. 文竹要远离大理石类装修物品。文竹对气体汞的吸收能力较强，要注意的是，文竹吸收汞气体也会对自己形成危害，所以摆放文竹时应远离释放汞气体的装饰材料。以上就是分享的文竹的养护大全。如果你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。如果你有养护文竹的问题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感谢你观看花花的视频，感谢粉丝一直陪伴并喜欢花花的内容，我们下期内容不见不散。